Hello， 各位朋友，早上、中午、晚上好，这里是一老大。比特币冲到了122000以后就画门回落了，目前止跌了吗？我们赶快回到盘面吧。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比特币1小时 K 线图。那这个斐波那契回撤是我们昨天画的，那它现在目前是在这个0.382附近盘整。我们这边还有画一个这边0.382附近的一个箱体。还有这边有一条蓝色线是我们之前画的 Replica 牛旗，那也可以发现这个 Replica 牛旗一开始是蛮有支撑力的，它这边一跌到 Replica 牛旗附近，它就有明显起到了一个支撑的作用，但最后还是被这根阴柱砸穿，但是现在是站回去的。现在我们要怎么看这个行情呢？那我们昨天有说，它其实有高概率会被这个0.618这个114700附近被吸过去，有可能会被吸过去。为什么？因为我们昨天有两个观点嘛，一个是资金费率、多空持仓人数比，还有一个清算地图。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资金费率好了。资金费率部分，昨天已经是 normal 值 0.01 的将近 double， 最高点来到这个 0.0184、0.019 左右，已经几乎是 double 部分。那在昨天这个回落的时候，它这个还是散户还是接盘，然后继续开高杠杆。它还是维持接近 double， 那最近已经有回落到了这个 0.01 附近了，但是还是比这个 0.01 normal 值来得高。对，所以还有没有这个回落的预期？其实是有的，因为这个数字是比 normal 值来高。可是一定会有朋友问，为什么？这个值高一点点而已啊！以前牛市其实资金费率也是蛮高的，对不对？可是你要想这个。现在只是刚开始，如果只是刚开始的话，这个庄家假如他的原本的目标价可能是距离还有一段距离，他想拉得更高的话，那这个数值对他来说就是刚开始就涨了，对他来说他一定想要先斩草除根嘛，对不对？他不可能等到后面都去拉盘，这些资金他就清不掉了，到时候就清不掉了，因为这边是有这获利以后，你要清掉这些杠杆是很难清的。所以他现在能清，对他来讲，如果他目标价是比较远的话，他一定会想要先清掉这些杠杆，对。那但是他有没有可能在这边盘整就上去？是有可能，但是这样的上去就是比较不健康，可能会影响到后续这个拉高的距离。另外一个是多空持仓人数比，那可以发现这个昨天一路是散户这个下跌的时候一直接盘。但是目前已经有稍微渐渐回落的那个趋势，所以目前是算中性的，对。那看看最后会不会掉下来，然后这边资金费率会不会再小一点，这个再回复一点，那会才有更健康的去上涨。另外一个我们昨天提到的是这个清算地图嘛，昨天在这个114,500附近有一根。114,200附近有一根很大根的这个要被清算的这个多头，但是在昨天2点的时候，这个多头就减仓了这个大概1/4左右，它价格就来到112000的清算价格，然后到了傍晚5点的时候，它又在减仓了，就到118000。目前现在已经是就是那些比较大量的这个需要被清算的这个多头杠杆。你现在已经消失了啦，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盘整状况下，其实是有吓跑这些开杠杆的多头的。那另外一个清算地图的计算方式，目前也是就是已经有这个量已经有大量的减少了，不过它还是有这个可能会来到那个114,500附近，因为这边还是有一些堆积，要看这个庄家状况，还有这个就是看他的目标啦。如果他想要拉得更高的话，他一定会更想要把这个清干净再上去，对他来说会比较轻松一些。对，那这是这个部分。那另外一个角度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之前这个有秀的这个 Emotional Trading Index。那可以发现 Emotional Trading Index 它在这个最后它是在122100附近，在这边122100附近它是有出场的。那这个数值也是一直上升，那比特币价格就往下，因为这时候是有很多的那个非理性多头资金进场。
所以导致这个庄家不想拉了嘛，那就往下砸。那也可以发现，昨天一度这个非理性多头资金又变成负的，就是传力轴往下，那也是一个不错的状况。但是它马上没多久又涨出来了，所以这个目前还是有蛮多非理性多头资金在这个市场上面，所以可能还需要在这边盘整一阵子，会比较健康，再上去会比较健康。对，那目前状况，这是比特币的这个目前状况，它有没有可能再继续来到更低的位置？这是有可能的，因为如果这个庄家它目标价是更高的话，它会希望资金费率低一点。还有目前的确是有不少的这个非理性多头资金进场 ，Emotion Trading Index 还没有变负的，所以它现在要上涨的话也不健康。它的确这边还是有它的吸引力。那目前我们看看这个牛期有没有办法撑住啊？昨天是一度被跌破了。好，现在是目前这个比特币的状况，它还会需要盘整，然后看看有没有办法把这个不健康的数值那个下降，这样才有利于后市的发展。那我们看一下昨天的 ETF， 那 ETF 的统计还没有完全统计好，还有贝莱德的部分这边还是空白的。那目前看起来是 ETF 的资金是流出的，就是减少的。对，那这个当然是这个也是不利于比特币往上涨，但是这贝莱德还没算进来嘛。但是也可以猜想啦，就是前天的数值来相比的话，其实也可以发现这个可能流入的可能也没有很大，对，就是也是有萎缩的状况。目前 ETF 看一下这个另外一个叫做 Bitcoin Exchange Net Flow， 这个是指说有多少的比特币在转进去交易所，转进去交易所当然就是想要来做卖的动作嘛，所以转进去一定是偏空的，会让市场偏空的。那的确这几天从我们之前这个影片有讲说，它其实从7月10号就陆陆续续开始转这个 Bitcoin 已经到这个交易所里面了。那当然就会有可能它就是需要卖，就会有一些卖压出现。那我们可以再看一下这个量价的部分，我们先看4小时线好了。可以发现这一次的回落，它的量是有出来，4小时的量是有出来，阴柱量其实跟这个阳柱的量其实差不多了，就已经把这边全部吞噬掉了。对，所以它这也算是一个比较，就是它还需要调整，它还需要再回落，有这样的预期啊，就是空头的力量是有发力的，这是4小时线，明显是有发力的。那1小时也是一样，就是有蛮密集的这个空头，还算不小的力量出现。这个空头力量也是有，那现在有开始有一些多头力量有在发力的状况。对，那再看看短期的话，我们现在是看就是震荡盘整。对，那如果它要洗得更干净的话，它就会到更下来清洗这些非理性多头资金，后让这个整体的盘面更健康。再继续往上，或者是都清不掉，会继续往下。那我们再持续追踪这个市场状况。那这是7月16号的 update， 希望你会喜欢。那记得赶快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那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